家里面有金色马桶，那么多现金，这样子玩法的话，会没有人知道吗？乌青战俘真的蛮可怜的，都是老头子啊，那个都差不多5、60岁了，那个还在战场上拼命，结果没想到泽伦斯基跟他的好朋友还在那边捞钱。泽伦斯基只不过是一个喜剧演员啊，能赚多少钱？原来这么好赚，1亿美金，这个是天文数字啊，怪不得泽伦斯基叫他不要打，他偏偏要打。今天特别关注在乌俄战争哦，因为乌军的前线非常的努力在拼命打仗，但是后方却有奢华的贪腐丑闻爆发出来。泽伦斯基的亲信竟然收了是1亿美元的回扣。今天要来关心到的是他的心腹坐拥金马桶，现在也说潜逃到以色列去了，怎么回事？今天一起来做关心。我们先来看到乌克兰的前线现在的最新进度哦，俄军已经持续的向他们的南线扎波罗热推进了，并且拿下了2个重要的要点，逼近了扎波罗热的前线城镇，并且剩下这个奥里西夫只剩下9公里的一个距离了。乌军现在可以说是前线告急，而且主力不断的撤退。就在此刻，没有想到能源设施也大受影响。我们要来赶快看到的是乌克兰的南部敖德萨也同样是遭到俄军的袭击，尤其是现在冬天也要到了，看到他们的港口跟能源基础设施都已经受损了，将近4万户因此停电，而距离冬天现在看起来剩下1个月，但是乌克兰已经痛失了大约是1/3以上的天然气。那么乌克兰预估将会面临4年来最严峻的冬天，眼看情势都已经这么的危险了，基辅的权贵们就在战争之时，竟然是闷声发灾难财哦。我们来看到的是基辅爆出的能源部门回扣的黑幕，高达了1亿美元。涉案的这一位是谁呢？大家可能比较不熟悉，但是其实他是很重要的核心人物，泽伦斯基的核心人物，这个叫做国王人马的明迪奇，他是泽伦斯基多年来的挚友，娱乐公司的合伙人，更是当时泽伦斯基能够当上总统大位的重要金主的造王者哦。曾经他还甚至跟泽伦斯基住在同一栋，一起庆生过，2个人是非常要好的挚友。结果调查单位发现到他有贪污之后，是立刻到他家里去搜索，没有想到在他家里搜出了成堆的现金，豪宅内更是有奢华的金色马桶。我们来看到这张照片哦，金色马桶是用纯金打造的。于是呢，调查单位就已经决定好了，有一天要来去拘捕他。没有想到到了现场，发现他已经提前收到风声，所以逃往以色列去了。节目一开始来关心的是，前线都在流血，后方却在抢钱，怎么乌克兰的高官是在闷声发国难财吗？大使怎么看？这个就给我们一个解释的空间啊，怪不得泽伦斯基叫他不要打，他偏偏要打，叫他停火，他也不停火。你提什么方案来，他都不愿意接受。连美国的川普总统出面说你没有牌啊，你干嘛一定要打呢？你每天死伤这么多，你干嘛要打呢？那现在我们找到可能答案了，就是原来打仗有这么多钱好赚。如果不打这场战，请问一下，那个泽伦斯基的好朋友明迪奇能赚1亿美金吗？对，凭他的娱乐公司能赚1亿美金吗？他们当时是泽伦斯基只不过是一个喜剧演员啊，对，然后能赚多少钱？对，原来这个这么好赚，1亿美金，这个是天文数字啊。那不过这个从道德角度上来看的话，这些人都应该自杀以谢国人啊，对不对？那个你看前线那些被俘的乌军，他说我已经7天没有饭吃啊，我连水都没有了，对，我现在连弹药都没有，所以我投降了。那俄罗斯每天都要抓这些战俘啊，都放出来给你看啊，都是弹尽援绝。然后这个在俄乌战场现在抓到这些战俘啊，乌青战俘真的蛮可怜的，都是老头子啊，头发花白，然后呢胡子都是花白的，那个都差不多5、60岁了，那个还在战场上拼命，结果没想到泽伦斯基跟他的好朋友还在那边捞钱。可是我觉得为什么这时候才被发现？因为这个案子调查了1年半了，1年半了，这时候才发现。那我觉得这个中间就是可能有人觉得这场战争该停了，或者有国家认为战争该停了，就是泽伦斯基死不愿意停战，
那我就把你的这个底给你掀出来，原来你们在那边大捞其钱，那而且最可恶的是说，怎么可能是案发之前人会先逃呢？对，这种最高机密的事情，而且它本身是一个独立机构，那个泽伦斯基在之前就要废除这个独立机构，那时候乌克兰人民坚决反对，这个独立这个调查贪腐的2个独立机构不能够被收并。那结果还是搞了1年半才能查出来。家里面有这个金色马桶那么多现金，这样子玩法的话，会没有人知道吗？所以我觉得这个里面可能还有更高的这个政治阴谋在里面啊。那如果是要泽伦斯基走人的话，那可能这是一个很好的时机啦。那不晓得泽伦斯基还能不能继续待下去？那他不待下去，是不是这场战争就可以结束？好，贪腐案爆出来的时机点让人存疑，就是说这个时机点实在太刚好，是不是因为泽伦斯基不愿意停战呢，所以把这件事情爆出来？但是泽伦斯基针对这个贪腐案，他是真的不知情吗？干哥又怎么看？因为他到现在还没有对核心人马做出切割，也没有跟自己清楚的说明他跟他的关系。那到底是谁通风报信，可以让他潜逃到以色列去的？谁能通风报信？我不说他是共犯，已经对他是客气了，好不好？明迪奇这个人呢，其实老实讲一句他就是一个隐形的人物，他在幕后做一些见不得人的事情，但有人给他撑腰，就这么简单。你仔细看他在莫斯科的家里被查扣了不是莫斯科那个在基辅的家里，被查扣大笔现金，这代表什么？代表他是冲促逃亡的。不可能，没有人会他可能连保险柜都会清空。对不对？可是他当时急到连家里的钱都来不及走，可见得他没有回家，就连夜就逃亡了，直接坐飞机到以色列。代表什么？代表他接到了这个讯息，已经不足以使他有机会再处理他的财产。所以乌克兰反贪局国家反贪污局这个单位叫 NABU， 这个本来就是准备被泽伦斯基给拿掉。但是因为你在战争期间，你这样做的话会引起侧目，暂时它就停下来了。事实上，这个 NABU 坦白讲一句，他们调查这个案子不是只有1、2年而已，10几年前就开始在调查。那这一次终于有比较新的成果，就代表说什么？代表说他们已经查到了谁？前能源部长哈卢申科已经调查到哈卢申科身上，离泽伦斯基就不远了。这代表说什么？如果都已经查到前能源部长，因为哈卢申科跟以前泽伦斯基就是麻吉对不对？那明迪奇是谁呢？明迪奇就是一个95街区这个公司是一个娱乐公司，乌克兰最大的娱乐公司，等于是经纪人公司啦。那泽伦斯基当年就是在他的旗下出道的，作为喜剧演员，所以跟明迪奇是2个人是非常就是交情是非常好的，也培养出很多乌克兰的那种演艺人员。所以他后来就摇身一变，变成他等于是代表政府，可以跟很多公司拿回扣跟很多公司谈判的。一个娱乐公司的负责人，他的角色怎么会转变那么多？那你泽伦斯基就要来接受询问嘛，是不是这样？哈卢申科至少回馈了1亿美金给谁呢？给明迪奇，因为能源的游说。那坦白讲，那钱到哪里去了呢？是明迪奇放在自己口袋里吗？这不可能，你用常识判断也知道。所以我相信泽伦斯基他现在已经面临了什么？面临了内外的压力，双重压力要他可能在这个战事之中做一个决定。还有，他如果说他真的贪腐被人家确认的话只剩下美国老大哥可以帮他了，就看川普接下来的态度是怎么样。我看很艰难的，如果战事再不结束的话，恐怕也保不了泽伦斯基了。好，那另外一方面，这个贪腐案是否也涉及到美国在这个当中呢？因为就在这个国家整个乌克兰在调查贪腐案的同时，另外一间恐怕也有涉案的是一间来自于乌克兰的军工企业。现在说他们邀请了美国前国务卿庞佩奥来担任顾问。意思是说有美国人来当靠山吗？那此刻泽伦斯基正在做的事情就是全面的改革，他要整顿国企，但是乌克兰人还会相信他吗？像这个又怎么看？其实对于泽伦斯基，不管他是不是本人，包括他的家族，比如说他的太太，
那是不是有涉及到贪腐这件事情？首先，我们想说，如果有的话，美国 CIA 总手上没有黑料。在川普跟泽伦斯基吵得最凶的时候，你就觉得基本上好像川普都基本上都要指出他讽刺了好几次，就是美国出了那么多钱啊什么之类的这种暗示性，就在那个边际上。我其实这个边际当中是这样子，没有说破啦。比如说，就像北溪2号被破坏这件事情，其实包括德国啊，包括挪威、瑞典，其实都有在追查。特别是瑞典跟挪威已经追查结束了，但是不公布结果。这里头是不是乌克兰犯案的不公布？所以前阵子，包括在联合国中国的驻联合国大使耿爽，他特别还提出了说，北溪2号的部分怎么不公布啊？到底是怎么回事哦？所以这个里头其实就是说，还是有一些关键的东西被暗砍。为什么这样讲？我们知道，其实俄乌战争打一路下来，我们印象当中有具体的彻查掉一些至少3波以上。而且当中传的曾经最多的就是泽伦斯基的老婆欧伦娜，当时2023年传说她去联合国演说的时候买了卡地尔的100万的不是手表还有收据，当然最后是说很可能就是你知道就是捏造的，因为那个时间点有传说她在黑海买了豪宅，还说她说买了豪车，各种的泽伦斯基的太太。乱花钱这个部分东西，其实这个东西后来其实你会发现是整个欧美的部分媒体整个晋升哈，不让这个东西继续再被追踪扩大。所以我们想说这里头到底钱花在哪里？这次我们看到的部分，因为以欧盟国家来说吧，不管是美国直接给武器，除此之外也给钱内，因为要知道有些换火箭弹那些其实就是乌克兰他们自己的飞弹制造公司，他们自己做给钱，你们自己做武器，所以这里头才会有这种上下其手拿回扣的概念。所以最近我们都知道庞培欧被请去当一个这个就是乌克兰的飞弹制造商的部分的这个顾问，其实你就知道这个东西其实就是很微妙的哈。与其自己贪，当然找一些人来做维持保护哈，可能也是它的主要的部分的作用。我觉得现在部分贪腐这件事，在自古以来近现代来讲战争，所有的包括越战，任何大大小小战争，无一战争没有不贪腐的。都有贪腐，只是它的严重程度，以及最后通常来讲，比如说在战争失败中，领导人卷款潜逃，你才赫然发现，哇，天啊，原来他污了那么多钱。可是这里头你会看到最大的保护伞是谁？因为绝大多数都逃到美国。继续来关心的是俄乌战争，这一回川普变脸了，他改挺普丁。白宫在这边跟泽伦斯基做会谈，竟然是火爆失控哦，川普不断的骂脏话。等一下来关心说，泽伦斯基跟他要了战斧巡弋飞弹，突然间被遭到拒绝了，并且川普逼他要吞下这个顿巴斯给俄罗斯。乌克兰的防线是否已经全部裂开了？开出了致命的缺口呢？今天会来一次的做解读。我们先来看到，这是来自于英国金融时报最新的报道。10月17号这一天，2度的川普跟泽伦斯基又再次的爆发了激烈的口角。地点就在白宫会面的时候，原来是发生这样的事情。泽伦斯基开口跟川普争取要拿到巡弋飞弹，遭到拒绝。结果川普是反过来要泽伦斯基说：“你接受俄罗斯提出的终战条件吧，并且不断的爆出口要乌克兰割让整个顿巴斯给俄罗斯，甚至是采取普丁的论点哦。川普说，俄军进攻市场特别行动，而不可以叫他做战争。这一点是让这个泽伦斯基非常的愤怒哦。但是问题是，川普日前才对俄罗斯摆出一个强硬的态度，说要可能会提供战斧飞弹给乌克兰。为什么这个时候态度180度大转弯？大家在看说，会不会普丁手中握有什么样的筹码可以提供给川普，让他转向了呢？委员怎么解读？其实不能完全怪川普转向。你想想看，几年前，哇，好多国家的国会都邀请泽伦斯基演讲啊，还起立鼓掌啊，英雄式的欢迎。现在还有吗？还有很多国际组织的集会，一定要找泽伦斯基来视讯演讲或者到场演讲，那个热烈情况大家还记得吗？那为什么今天会这样子？因为他已经变成过街老鼠，人人害怕。就说来就是要钱，来就要武器，然后你又打不赢要造成乌克兰死伤，甚至于那个米尔斯海默教授都还公开讲 Ukraine finished， 什么意思？乌克兰结束了。那你现在还在扯说，你能够打多久？不，这个当然，这个川普跟他的争执，川普的立场就是说，既然打不赢就结束吧，停战，还有一个生活的空间。那泽伦斯基他觉得，我寸土不让啊，我是乌克兰英雄，我们继续打下去。
那那个川普当然很生气，你有什么本钱打下去啊？你跟我要战斧灰弹，你就打得出来吗？当然这是我的设计对白啊。本来这个川普还吹牛说，哎呀，我跟普丁讲啊，你难道不停战要我送几千颗这个战斧导弹给乌克兰吗？以下是我设计对白。我说搞不好这个普丁就轻轻松松讲说，哦，你送几千颗战斧导弹去给乌克兰，我会送10几颗核导弹给乌克兰，看谁输谁赢。我看了这一场战争根本没得打了嘛。我从第一天我就说这个乱打一通，那不可能打赢这样的战争。那你现在他跟他要战斧导弹，跟他要援助，连川普的立场说战斧导弹要拿钱来买，谁买？欧盟买，北约买，我美国反正我不买，随你便哈。那泽连斯基说欧盟要给钱，你要给我，然后泽连斯基说，川普说你也打不赢，你干脆停战，停战条件就照普丁的要求吧，因为普丁现在已经打过了那个打超出去原来的那个扎波罗热的很多地块了嘛，那扎波罗热是横跨了第聂伯河嘛，那你打过去了，那说好那一片就还给你乌克兰，以这个第聂伯河为界，对，那为界的话，你就要退出去嘛，你那个顿内茨克、顿巴斯就要退出去嘛。对，其实这个也是未来会形成的局面，已经没有办法改变了。现在只是要不要打而已哈。那这个当然有人讲说，顿巴斯对乌克兰都重要，一定要防守，算了，拜拜了，已经不可能了哈。那这个什么去炒那个所谓特别行动或者战争，已经没有什么意义了。你分清楚这样还有什么意义吗？你如果说战争是讲全面战争，也没有错。目前这个普丁并没有要占领整个乌克兰的计划，所以他不算是全面战争。那轰炸的也差不多啦，哦，那你所谓特别军事行动，那是普丁的说法嘛？但是我知道普丁很成功的哈，去一通电话就把川普摆平。哎呀，我们在那个白令海峡盖一个川普普丁隧道啊，你看听了多舒服啊，对，可以名垂万年，然后。这个反正你也打不赢了，我们就此收手吧。那川普当然会希望打，川普没有笨到去打一个不会赢的战争嘛，不像那个拜登以前的国防部长说，我们打了战争以后，这个俄罗斯经济崩溃，社会大乱，那普丁就会下台。不是啊，俄罗斯越打越强啊，那你欧洲越打越弱啊，那美国根本就是想要逃之夭夭，美国而且是川普的心情，那是拜登的事，不干我的事啊，这也没错啦哈。美国在拜登这个决定支持乌克兰打仗这个事情是一个大错特错，但是问题泽连斯基你自己是个小笨蛋啊，你自己把头凑上去干什么？好，有关于这一场中战有没有办法形成这个俄罗斯提出的条件，就是说要让乌克兰割让顿巴斯。那对于接下来乌克兰的影响，等一下会请吕舰长来带我们看。不过我们先来看到现在呢，川普持续的在撕破脸之下，他会不会就此切断所有对于乌克兰的援助？那美欧原本讲好的同盟关系，现在怎么办呢？杨老师又怎么看？这个战争打到现在已经这么长的时间，其实美国、欧洲各国的军事援助、经济援助都已经差不多见底了。那同时也已经造成他们自己本身社会经济，尤其是欧洲能源价格的高涨，那大家都在赔得下去。那接下来以这个战争的目前的情况，如果恶化的话，说不定会对欧洲国家的安全甚至都造成威胁。因此，美国要思考的不只是说，他可能适可而止，没有办法再支持下去。那同时，乌克兰再打下去，是不是会失去更多的土地，死亡更多的人，那就更难解决收拾。那同时也会影响到整个欧洲的稳定，美国因此跟欧洲的这种连结关系就会受到挑战。所以是多层面，不要只是看川普，他好像跟泽连斯基在吵架，他吵架的背后有很多的战略的意涵，可能是无意，也可能是真的分析深刻之后呢，他被告知说这个战争要结束。怎么结束呢？第一个就是你看到他现在已经某种程度的是在帮忙划界了，甚至要泽连斯基接受了，因为泽连斯基就是拖嘛，因为拖的本身代表了他的权力、他的地位，那甚至他真的认为战争还有胜利的一刻呢？那就像蔡委员所讲的，这个战争开打的时候就知道，这种代理战争，你跟强国、核武大国去打，怎么可能会赢呢？那就算是在冷战时期的阿富汗，那也是因为整个苏联所设定的目标不一样嘛。
阿富汗也是这个到现在为止都是整个受创，因此现在第二个可能性就是他就停止军援哦，然后呢撤出援助，甚至呢这个撒手不管，那有没有可能这个样子？我觉得乌克兰必须要自己要做最坏的准备。第三种的情况就是更严重的是，他甚至是直接跟普丁去搞不好不止做那个隧道啊，因为可以留下来他的名字，他很想做那个隧道啊，白令海峡的。他甚至可能会就是放宽制裁了，也就是这个战争既然我不理，不只是不理，因为我今邀他划界，他不接受，那我就不理，我就恢复的正常。为什么？我这样还可以联俄制中啊。他又有个大战略出来了。那这个大战略出来的时候，这个说法、这个说辞哦，美国的国内媒体这些政治精英，就马上能够转弯接受了。那到底是为什么？其实战争就打不下去了。泽伦斯基跟乌克兰人真的要有所体会。好，那接下来乌克兰恐怕要做好准备了。这个中战的结果，可能结局最后还是朝向俄罗斯提出的这个方向去走。那俄罗斯提出的方向说要中战，刚刚我们提到了嘛，就是乌克兰要放弃割让这个顿涅茨克州，就是割让顿巴斯这个地区，对于接下来乌克兰的影响，等一下我们来看。那普丁他也表达了说，好，作为交换，那我们则是会让出部分的扎波罗热州跟赫尔松地区。那现在来自于美国智库说呢，为什么乌克兰迟迟都不愿意把这个顿巴斯还有这个顿涅茨克州给交出去的原因，就是它是乌克兰很重要的这个工业重心之外，它也是防线很重要的一个要塞地区。如果说真的拱手让给俄罗斯的话，他们担心是接下来俄罗斯恐怕会掌握住整个东部的战略跳板，下一步直接进逼到的地方就是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了。吕舰长怎么看？对于乌克兰来说会是致命打击吗？我们现在看到有关于关于红军城的这一个战况为什么推进的这么慢啊？因为其实红军城的下面是一个非常广大的矿坑，那它其实它的补给以及人员平常都是在以矿坑作为它的一个依托啊。那这个状况已经在乌克兰不是第一次了。那我们现在讲到的有关于顿巴斯地区，也就是卢甘斯克跟顿内茨克这两个地方，就是要做顿巴斯。那个顿巴斯。那顿巴斯这个本身也就是矿产最为丰富的地方，然后也就是我们刚刚讲到为什么有这么多矿坑的地方，都是在都是这个原因啊。那如果是这个原因的话，那现在如果把这一个乌东整个都拱手交给了俄罗斯的话，其实对于乌克兰的下一个世代来讲，即使是仗打完了，其实一无所有。不但人口锐减，那甚至连生财的工具都没有了，最后只剩的就是耕种大批的这种小麦而已。那这个是对于乌克兰来讲是其实是赔了夫人又折了兵啊。那有关于刚刚提到有这个战斧巡弋飞弹的部分，战斧巡弋飞弹的部分，如果说它起飞的地点，它部署的地点在基辅的话，其实整个有关于俄罗斯的西部的这部分，其实也就是在欧洲这个部分，通通包含在内，包含了首都莫斯科。这也就是为什么，这个普丁这么在意的部分啊。不过美国他有别的打算啊。那他之前呢讲大话嘛，也就是说要提供部分的战斧巡弋飞弹给这个乌克兰，可是有一个问题啊，他现在说他要使用新的载台，那我请问旧的载台为什么不用呢？这个也就是川普又在卖军火。那有没有旧的载台？有啊，之前不是一直在讲提风吗？提风不是也就是战斧加上标准6型吗？他担心的也就是这个泽伦斯基先取得了这个战斧，接下来他就会说我要标准6型。那这个都是对于普丁来讲，孰可忍孰不可忍的。也就是当他有这些装备的时候，他不断的可以打到陆地上俄罗斯的目标，而且现在俄罗斯进行的有关于这个极音速的飞弹，也可能可以拦截。那这也就是我们讲到啊，说有关于这一种新型的这种载具啊，这个其实是
奥什科盛防务公司，但是旧的为什么不用呢？这是我最大的疑问。那也就是在卖军火，在赚大钱。好，观众朋友，今天在俄乌，我们要来关心到的是7国现在决定要护航泽伦斯基去见川普了，救不救得了泽伦斯基？等一下关心。另外，在上周举行的这场双普会铺上了红毯，还有 B2 轰炸机等等来高规格迎接普丁。乌克兰是不是被彻底卖掉了？接下来也会来关心他们双方谈好的类北约条约到底是一个保证还是一个陷阱呢？今天这一节节目不要错过，我们会一起的来做最新的进度关心。我们来持续看到的是上周末大家才在关心说，川普跟这个普丁终于是在周末会晤。紧接着最新进度，台湾时间在今天的18号凌晨，泽伦斯基他会亲自的造访白宫。比较特别的事情是，7国的欧洲领导人会陪同泽伦斯基出席。哇，这些领导人都非常的大咖。我们来看到有谁？英国的首相施凯尔、法国总统马克宏、德国总理梅尔茨跟意大利总理、芬兰总统等人，加上北约秘书长吕特跟欧盟主席冯德莱恩，都会一同的陪他出席，摆明就是要帮基辅撑住场面。美国媒体 CNN 做的报道说，这个是史上未见的一个新局面。再来看到这一次的双普会后，大家谈定了哪一些的条件？美俄乌的最新进度跟态度，我们首先来看到的是普丁他说了什么话？普丁说，乌克兰得割地，让俄罗斯占领，包括了顿内茨克跟卢甘斯克2州。来看到地图，这2个地方。他说呢，大约是这个乌东面积的其中的这2州6600公里的土地，并且呢，乌克兰还必须要承认克里米亚是属于俄罗斯的。但是呢，普丁也说，我们也会还你一些土地啦，这当中比较小块的面积大概达到440公里会做归还。另外呢，他已经讲得非常明白了。乌克兰禁止加入北约，但是呢，也开了一个小后门。他说只能接受欧美类似给乌克兰提供的类北约安全保障，这个是什么意思呢？到底是不是一个保障还是一个陷阱？等一下我们会请来宾来特别帮我们做解析。传出普丁也有意让中国大陆接下来当做担保国，这是来自于普丁的最新谈话。再来看川普说了什么，他的态度开始做了巨大的转变，从挺乌现在变成支持乌克兰，你赶快割地来换和平吧。针对中国大陆买俄罗斯石油，则是不会有任何的制裁，并且他承诺会给这个乌克兰的安全保障，但是这当中有一些的吊诡之处，不会派美军，只会针对驻乌的欧洲安全部队做军事上面的支援。再来，川普还向泽伦斯基喊话说：“你赶快去签下和平协议吧，俄罗斯是大国，你乌克兰根本不是。”而且协议就近在眼前，你想要结束战争，马上就能够办到了。再来看到美国媒体针对这一次的双普会做了什么样子的评论。首先，我们看到《纽约时报》说，哇，这一次普丁简直是赚翻了，10年来他首度的再次踏上美国的领土，而且在当天的场面是非常的浩大的。除了有 B2 战机护送之外，还搭乘了川普的防弹座车、野兽座车，而且川普看到呢，在镜头前面全程都是笑脸迎人的，甚至表示接下来他被这个普丁问到是否有意愿访问俄罗斯的时候，他也没有表示否认有可能有机会去访问俄罗斯。所以呢，《纽约时报》说赚翻了。《华尔街日报》怎么说？他说乌克兰恐怕失去领土，也无力阻挡俄罗斯再次的进攻。最后，他认为说乌克兰就会变成俄罗斯的附庸国。最后是《经济学人》这边也做了一个报道，警告这一场双普会对普丁是一个重大的胜利，却把乌克兰跟欧洲国家推进了最危险的深渊。节目一开始，我们要赶快来看到说，这一次泽伦斯基有7大欧洲领袖陪同访美，就能够扭转乌克兰现在的悲惨下场吗？还是欧洲国家其实是陪他走最后一里路呢？那么我们也关心在18号的这一场聚会。
我们刚刚讲说，川普跟泽伦斯基要见面，现在谈判的时间表已经正式的出炉了，带观众朋友来看到哦。在台湾的时间，我们以台湾时间来做看，那么12点开始，欧洲领袖就会正式的抵达白宫，并且迎接泽伦斯基。双边川普跟泽伦斯基会在凌晨1点15分进行会谈。那么接下来见完泽伦斯基之后，川普就会正式的来迎接欧洲的领袖，跟欧洲领导人见面，并且欧洲跟川普一起来做多边的会谈，这是会一起进行到至少台湾时间的凌晨3点多左右。接下来乌克兰会不会被卖掉？委员又怎么看？欧洲7国领袖陪同泽伦斯基到白宫，表面上看是亲友团，事实上我要不客气批评这些人，这些人根本就是治商委员会的送葬团，有人吹喇叭，有人敲鼓啊，敲锣打鼓，就是把乌克兰送上墓地，走最后1里路而已。整个乌克兰的战争，你现在讲说，乌克兰被出卖啊，有意义吗？乌克兰不是自己也是兴冲冲的、心甘情愿、气势蓬勃要参加这场战争吗？那你现在怪谁？当2022年2月早上开始发生战争的时候，我在脸书上就写下泽伦斯基的悲剧。他根本不适合当总统，他也没有能力当总统，但是他只会照剧本演总统。问题战争是不会照剧本，因为丽将军战争是没有剧本的。简单讲，泽伦斯基不是那一块料。每个人把我骂得半死。泽伦斯基到处是英雄，你怎么看不起他呢？事实证明是什么？他犯了多少错误？战略上的错误犯了多少？人事部署上的错误又犯了多少？丽将军如果要你帮他数一张菜单，完了一定很长的一件事情。分不战的负债，他根本不是那一块料啊。那泽伦斯基啊，把自己的国家搞砸了，该当何罪？政治人物不是去带领国家跟人民走向战争，是如何防止战争不会让国家人民受害。他完全背离这个责任。你说他完全无辜了，我才不认为他是完全无辜了。那今天你说啊，他被出卖，我付钱给你去打仗，已经对你够仁慈了。那我现在没钱，不想再钱给你，那你自己打仗啊，你有什么好说的？然后他说啊，不让他加入北约，问题是你找拜登啊，拜登答应你的啊，你找老先生要，其他没有人答应你啊，连梅克尔都反对，德国都反对。你要知道这个一个事实状况是什么？那你说现在呢怎么办呢？很简单啦，你要不要你说要割让也好，你说是不割让领土也好，有帮助吗？现在讲的不客气一点哈，川普只是在承认一个已经事实上出现的现状嘛，他已经无法挽回，也不可能再挽回的事实嘛。那你说啊，我不承认，我就不签约，谁需要你签约？对，你照不照镜子吧？现在局面已经形成，那你说战争还在打，普丁在耍弄你的，为什么？普丁是在战场上赢马了，所以今天才，这个川普才会邀请他到安克拉治旁边那个军事基地去啊。如果今天普丁打输了，或者今天俄罗斯的这个整个经济被打得乱七八糟，你说川普会不邀请他去吗？西方媒体根本从头到尾乱讲，对吧？乌克兰就会赢了，乌克兰就赢了，鬼扯淡，从头输到尾，没有赢过一次的战争，只是一小战役啊，或一个小然后猛报道一通，整个战线一路垮。我们回过来一个很现实的问题哈，你只要看一件事情就知道这个事情有多严重。到今天，美国啊给了乌克兰那么多钱，然后美国的负债已经高达 GDP 的130。再给大家比较一个数字，俄罗斯到上半年为止，它的政府负债只占它 GDP 多少？你会吓一跳，只有14%。几乎全世界最低了。为什么？他靠卖石油打仗，他干嘛举债？而且靠石油的远期契约。就是我跟杨永明签个约，来，我这个石油2年后以后给你，先给我钱，他相信啊，对吧？我就拿到钱了。他说远期石油交易让他根本不用举债，他是拿石油抵押去，也不算借钱了，也等于预卖，他收了很多钱啊。所以这种负债比例，你打得赢他才有鬼啊。对，他动不动说俄罗斯死伤多少人，从头到尾都在鬼扯，西方媒体都在鬼扯。那你看看泽伦斯基从头到尾说谎，他哪一件讲话是实际的？这种人本来就应该接受乌克兰人民的审判的，
他现在戒严法控制乌克兰的舆论啊，现在是目前处于最糟糕。你说普丁的谈判条件，他乱开的了。我跟你讲，你说他不打苏梅跟哈尔科，我才不相信呢。他故意跟你给川普一个交代，我愿意让回去啊，我愿意怎么，那可是你要承认我占领区啊。那为什么他讲说他只要那个什么，要顿巴那个什么顿内斯克跟卢甘斯克，他不提赫尔松，也不提扎波罗热啦。他现在根本已经打到了，因为赫尔松跟扎波罗热横跨第聂伯河，他已经打到第聂伯河的旁边了。他只是不往前打过去。那我们一直在讲说啊，他还没有完全占领赫尔松，他还没有完全占领这个扎波罗热，他根本不想跨过河啊，他就在河这边先占领再说。同样道理，他也没有说，因为北边的那第聂伯河离得比较远，他也没有要打到第聂伯河，他只是出海口打到第聂伯河。那以后，请问一下，你敖德萨要不要做港口？不听他的嘛？所以那个媒体讲说，乌克兰以后会变成俄罗斯的附庸国，没有被灭掉已经不错了。你看那个普丁打得这样顺风顺水，那你当然你看到什么？无人机这样互相轰来轰去，那都是秀，你知道最重要看什么？军事战线的移动。现在根本军事战线只有往西移，从来没有往东移啊，就表示乌克兰军队也没有能力再打了。他们这些乌克兰军人选了一个昏庸的领导人，一个只会耍嘴皮的领导人，他们用生命来捍卫这个国家，我觉得是很值得尊重。可是你为什么选这么差的领导人呢？好，所以这一次其实，在双普会之后，其实也有非常多家的媒体，包括美国媒体，就说这个普丁根本就是赢麻了。不管是在谈判的条件上，不管是在战前、谈判之前或谈判之后，都认为普丁早就已经赢麻了。尤其这一次在双普会的时候，可以看到在这个见面的时候，美国是以高规格来迎接这个普丁，就可以知道这样子的规格。那其实呢，我们就看到他们在双普会进行的同时，俄乌双方的战线其实才在战场其实是在持续的，双方互相轰无人机，包括这个乌克兰指控俄罗斯使用60架伊朗制的见证者无人机，还有1枚伊斯坎德尔的飞弹攻击乌东的顿内茨克州。当然了，这个乌国他也遭到反咬，就说乌国发射了46架的无人机，持续的空袭，甚至是飞越了这个飞弹，到了莫斯科的以东的地方去。不过刚刚我们提到了嘛，美国已经承诺说会类似提供乌克兰援助，但是类北约，这是什么意思？接下来这个乌克兰的未来会走向何方？厉将军又怎么看？这次普丁对川普讲了什么话？原来这场双普会来讲的话，原来上午谈完以后吃完饭，我们看到说泄密出来，连菜单都看到了。那为什么后来菜单没有吃，然后匆匆忙忙2个人谈了不到3个钟头，就这个互相打个招呼就散了，连饭都没吃。其实我如果说是用白话解释，大家就比较容易听得懂那不要老是在听那些外交的指令。普丁只跟川普讲一句话，你跟泽连斯基讲投降输一半。这为什么大家一直在讲什么停战条件呢？为什么不停战就直接到和平协议？和平协议叫好听的话叫和平协议，如果说把它翻译成白话的话叫什么？什么叫和平协议？就是有条件投降叫和平协议。然后如果说停战，当然先停战，我们大家都把枪放下来都不打，然后我们再开始来谈。那现在来讲，普丁就直接跟川普讲说是投降输一半。这个你如果说是不接受我的这种投降的条件，有条件让你有条件投降，如果你不投降的话，那我就继续打下去。那条件是什么？当然我们前面总共有6大项我们就以军事来看的话，大家分析一下为什么这个普丁要顿内茨克跟卢甘斯克这2个地区全部都要，包括下面扎波罗热跟赫尔松，其实他为了国家的安全，他一定要这2个地方。大家看一下下面那个地方叫什么？叫克里米亚。克里米亚的右边是亚速海，这边是黑海。俄罗斯的舰队，黑海舰队就是在克里米亚。那我们从这俄乌战争里面，大家经常听到一句话，就动不动克里米亚大桥经常被攻击、被切断。对，为什么？因为那时候大家看一下这个地图就可以了解了它的运补路线是从车臣经过克里米亚以后，再往上走到赫尔松赫尔松扎波罗热，然后这个顿内茨克、卢甘斯克是这一线这样上去，这是整个运输线是这样。那如果说是这个地方顿内茨克跟这个卢甘斯克他没有拿下来的话，那你想想看，克里米亚是不是随时会被威胁到，侧翼被威胁嘛？
那这个乌军或者是说这个北约的国家哈，他从这边下来就占领到你的克里米亚，就威胁到你克里米亚。威胁到克里米亚以后，俄罗斯的黑海舰队在这边很难生存下去。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打仗的重点哈。前一阵子一开始的时候，双方互相在这边攻来攻去啊，道理就在这个地方。那现在好了，你知道这个，当然普丁开的条件是说，哎，你把这2个地方让给我，那我就答应你不在这个赫尔松跟扎波罗的那边，我就停止不再攻。其实你换一个方向来讲的话，就你如果不让给我，我就继续攻。对。继续攻就攻哪里？就是蔡委员刚刚讲了，就直接打你的这个敖德萨。如果说他从这边越过涅伯河，直接去打你敖德萨的话，那你想想看，乌克兰是不是变成一个内陆国？所以第一个在这个乌东这个四周就是红军生现在这边他已经战况极不利了。那我已经之前也分析过，我认为说是乌克兰现在无险可守，无兵可用。那如果说这个时候这个普京讲这句话，你把它解释，就如果说你不这2块地不给我，我就直接就打你敖德萨了，那你就变成内陆国。变成内陆国来讲的话，对乌克兰影响有多大？你后续整个经济受到很大一个影响。因为不管怎么样，轮船的或海运的运输的能量一定远大于铁路的能量。你看，尤其是说乌克兰，我们看一下它的主要的这个出口的都是什么？第一个都是农产品嘛，农产品是不是要用船运？你这个一列火车能够运几个集装箱的这种大豆、玉米，或者是他们叫做芥子油啦哈，那能够运几车？那如果一船的话，能够运多少？第二个，它的矿产。它的煤矿或者铁矿这些东西是不是要用轮船来运输？那如果说是它没有敖德萨港，你看乌克兰之后会多穷？当乌克兰穷了，势必就会拖垮欧洲这些国家。第一个受害就是波兰嘛，因为乌克兰势必把它的这个农产品卖到波兰，波兰农民就倒了。所以我觉得这次来讲的话，哈，普京可以说是很简单的一句话，就是你跟泽伦斯基讲投降输一半，把这个地方让给我，我就答应你不再攻敖德萨。好，那另外一方面，其实那个美国刚刚我们讲了嘛，他也提供说会给类北约的安全保障，这又是什么意思？这真的对于乌克兰来说，接下来是保障吗？杨老师又怎么看？川普总统在美国时间的8月17号晚上，他有一个推文，他说乌克兰不能加入北约。那泽连斯基现在可以随时决定停止战争，他也可以决定继续打下去。他说不可能回到2014年奥巴马时期，俄罗斯不费一兵一卒取得克里米亚。这一段短短的推文，它里面好多内容啊。第一个，他回答你的问题，他针对的就是安全保障是什么东西？安全保障这3个层面。第一个，他已经否决了加入北约，这个普丁也不会赞成，所以现阶段加入北约或眼前加入北约，这个不可能。但是，那你又怎么样叫做准北约的安全保障？普丁也说他愿意看到西方美国给予乌克兰安全保障，但什么样呢？现在有2种可能。第一个就是准第5条准北约，华盛顿条约第5条，也就是把你纳在这种集体防卫的范围里面。就将来如果你再遭受到俄罗斯攻击，我们就会一起来帮助你。这个帮助你不再是只是提供武器经济，而是派军队帮助你。那这条做得到吗？我觉得做不到，因为这个要法律定得很清楚，你不能不清不白。我们新定一个法律跟乌克兰，但有没有可能？那当然，你看到这个7个领袖，5个国家7个领袖来，也许他是不是愿意签这个东西，不知道。可是呢，问题就是，我觉得第3种可能就是模仿挪威和芬兰之前的这个地位，它其实不是北约的会员，可是它实际上所有的军事的活动跟这些军事武器都跟北约做连接，也就是某种程度，北约也把它视为一个最亲密的准合作伙伴。是。那这样子的一种安全保障，能不能够再进一步把它给建制化、条约化？那这个是我觉得他们现在要去思考的。是。所以纯粹的加入北约，以及纯粹的，就是成为这个第5条的成员的一部分，我觉得可能性是不高的。地缘政治、美中之争、战略价值、强权崛起、小国生存，现在与未来洞悉事件走向，掌握世界
界脉动，全球观点尽在环球